古人一直有一个信念，要想不死不灭，必须在陵墓中点长明灯。秦始皇的长生就借鉴了这一法门，而他所使用的人鱼膏与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秦岭人鱼国有关。难道《山海经》不是神话？人鱼真的存在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古人想要做一盏长明灯并不容易，毕竟油尽总会有灯枯，就像人终究会死一样。而那些能让灯长明的法门，同样具有长生不死的神奇功效。据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记载，秦始皇所用的长明灯是以人鱼膏为主，度不灭者久之。人鱼膏是一种燃料，以它为蜡烛就可以长明，从而使人长生。那么人鱼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都知道，秦始皇生前就为自己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，里面不但陪葬了无数的金银财宝，连军队也被以兵马俑的形式陪葬进去。然而这也只是秦始皇陵所有秘密的冰山一角。据说为了让秦始皇看到自己的江山，陵墓以水银为河流，制作了一个千里江山沙盘。比如为了保证陵墓不被盗掘，还制造了各种神奇的陷阱机关。再比如，为了让大秦千秋万代，陵墓还是大秦龙器的储藏室。当然，也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可以使人长生不灭的人鱼膏。在《史记正义》中，人们对人鱼的解释是被称为活化石的娃娃鱼，而人鱼膏就是从娃娃鱼身上提炼出来的油脂。但实际上娃娃鱼只是名字像人，长得和人没有任何关系。古人更不可能认为这是人鱼。古人心中的人鱼形象是非常真实的，那就是人首鱼身，又或者是鱼首人身。比如在1950年的一次考古中，人们在南唐二陵中就找到了一个人鱼俑。该人鱼俑高15公分，长35公分，是一个缩小版的人鱼。虽然只是一个俑，但却反映出古人眼中人鱼的真实形象，和娃娃鱼有非常大的区别。还有人认为人鱼膏可能不是人鱼的油脂，而是鲸鱼的油脂，因为只有这种庞然大物的油脂才足够让灯长明。在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也记载了渔民用鲸鱼油脂做灯的事迹。虽然对于人鱼膏到底是什么，人们找不到答案，但基本确定是一种生物的油脂。比如在明朝万历皇帝墓被发掘时，人们就在其中发现了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。虽然历时数百年，缸中依然屹立着一根粗壮的灯芯，缸内也有大半缸的灯油。当时专家们十分的兴奋，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鱼膏。只可惜当他们将其采样化验后得到的分析结果却是蜂蜡。这一结果让专家们大失所望，但却也能理解，因为人鱼膏即便是在皇宫中也早已失传。人们早已发现用动物油脂做燃料，时间长了会导致人失明。比如鲸鱼油燃烧，烟气很重，还有很大的腥味。唐朝的备急千金药方还提到，长期用动物灯油会无法远视。正是因为这些缺点，人鱼膏渐渐失传。那么古人使用的人鱼膏究竟出自哪里呢？为什么说《山海经》中记载了人鱼膏的秘密呢？人鱼真的存在吗？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，各个文明居然都有人鱼传说。《山海经》中的人鱼国，秦始皇陵的人鱼膏，难道在未知的90%的海洋中，真的存在一个人鱼国吗？不过现在我们只能从传说和史料中来探寻人鱼存在的证据。传说在23000年前，地球上有2种人，第一种是我们正常的人类，生活在陆地之上；第二种是人鱼，生活在大海之中。他们的形象和童话中描述的类似，都是一半人身一半鱼。不过人鱼内部也有种族之分，有的人鱼只能生活在水中，脱离水后会很快的死去。但有的人鱼可能进化比较超前，同时长着鳃和肺，可以适应短暂的陆地生活。这些人鱼身高大约在2.5米左右，比人类高大，有着深蓝色的眸子，耳朵里还有一层防水膜。我国也有很多关于人鱼的传说，比如我国的博物志就提到，
如果看到鲛人从水里出来，寓意着这家人呢会交好运。鲛人会借主人家一个器皿来哭泣，哭泣的泪水会变成珍珠，哭满器皿后，他会将其赠予主人家。这里的鲛人呢，说的就是人鱼。从这个故事中啊，也能看出，在人们心中，人鱼是善良之人，同情贫寒，怜悯众生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人鱼啊其实是后羿的后羿。当初后羿射日之后呢，因得罪天神被贬入大海，也就成了最初的鲛人。后来呢，鲛人在大海中繁衍，逐渐出现了自己的海洋文明。他们呢与各种海洋生物和谐相处，是与陆地文明截然不同的存在。关于人鱼最早出现的文字记载，还是在奇书《山海经》中。比如在《山海经·北次三经》中提到，有一座神奇的龙猴山，此山不长草木植被，但却盛产金玉。此山是决水的发源地，一路向东汇入黄河之中。决水可不是一般的水，里面养育着大量人鱼。这些人鱼的外形呢，像地鱼，有4只脚，且能发出婴儿的啼哭之声。据说吃了这种人鱼的肉啊，能抵御痴呆症。这里记载的人鱼呢，很可能说的真是娃娃鱼，毕竟啊，决水人鱼的一切特征都与娃娃鱼相似。而娃娃鱼作为活化石存在的时间已经不知多久，在《山海经》时代存在也不足为奇。不过呢，在《山海经》中关于人鱼的记载不下5种，其余几种人鱼啊，就和娃娃鱼完全不同了。你相信世界上真有人鱼吗？《山海经》中有5种人鱼，个个奇特非凡。秦始皇陵中的长明灯是用哪种人鱼油脂制作燃料的呢？第一种人鱼是在决水中孕育，这种人鱼的描述和娃娃鱼呢十分相似，这里啊不再赘述。第二种人鱼呢出现在海内南经中，据说在玉水之南有伯律国、里尔国、雕提国和北渠国，而雕提国呢就是人鱼的国度，雕提就是鲛人的意思。他们身上长满鱼鳞，可以在水中自由行动，而到了岸上也能像正常人一般自如行走。这种人鱼呢就进化的比较先进，属于水陆两栖生物。如果雕提的智慧也与人类相当，恐怕现在统治世界的就不是人类，而是人鱼了。不过据说呢，雕提国的人鱼也有弱点，那就是离开陆地的时间啊不能太长，所以雕提国的人鱼也都逐水而居。第三种人鱼呢是记载于河内北经中。据记载呢，这种人鱼啊只生活在北海海域，它们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鱼，名叫灵鱼。虽然它们的身躯是鱼，但却有手有脚，也能在陆地行走。这里的北海呢，有人说是黄海和日本海，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应该是更遥远的北冰洋。第四种人鱼出现在《大荒西经》中，这种人鱼啊名叫鱼父，据说呢是颛顼的化身。颛顼死亡后，大海掀起滔天巨浪，使得巨蟒化身为大鱼。颛顼为了治理巨浪，将灵魂依附在大鱼之上，成为半人半鱼的人鱼，从而平息了这场巨浪灾难。后来呢，颛顼的人鱼后代逐渐繁衍，也成为了一个种族，曾盛极一时。只不过后来呢，也和《山海经》中的大部分异兽一样，都消失无踪了。第五种人鱼也出现在海内南经中，据说在建木西有低人国，这里的人呢都是人面鱼身，有手却无脚。有专家分析后认为，建木位于今云贵地区。第五种人鱼呢，就是生长在华夏大地上。有清朝学者的解读中，低人国就是护人国，两者因形似而误读。据说呢，低人族是炎帝的后代，具有很多神奇的能力，这也使得很多帝王在陵墓中都雕刻了低人的壁画，以求其能保护他们死后的灵魂。其实啊，《山海经》中还记载了另一种人鱼，这种人鱼呢生活在丹水之中，而丹水就是现在的丹江口水库。在水库建成之前呢，这里就广泛流传着人鱼的传说，周围的山水木石都具有很多神奇的能力。比如呢，有一座密山，山上长着很多的丹木，结着很多红色的果实。这种果实呢可以饱腹，吃一颗就能让人数日不用进食。据记载，丹水呢是起源于山西商洛市秦岭山下，这里呢也是丹水人鱼的发源地。有人认为，秦始皇所用的人鱼膏啊，就是取自丹水人鱼。
毕竟这里距离秦国最近，方便就地取材。不过以上的种种也都只是猜测，毕竟秦始皇陵已经被保护起来。想要了解人鱼糕的真相，或许只能等到秦始皇陵开放考古的那天。那您相信人鱼的存在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